下面进行举证环节，检察员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供？没有新的证据提供，对一审法院的证据予以认可。原审被告人，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可以出示法庭？有，我愿意把头盔归还给失主。被告人罗成，你说的话本庭已记录在案。检察员，请发表质证意见。检察员意见认为，此头盔的型号与被盗的赃物型号所属一致，但不确定这个头盔就是被盗的赃物，所以此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我们有疑问，所以检察员不予接受。既然说检察员他们也觉得这个证据是有性，既然说检察员我哥是老实人，他不会撒谎的。这头盔肯定就是我拿出来的那顶。新产生的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而且检察员在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上均提出了异议。虽然说新的证据是本案的物证关键，但是根据一审的案卷，被告人他已经是在一审判决前就已经私下支付给受害人所有的赔偿，而且新提交的证据并不可以产生新的证明目的，所以本庭不予认定。这就是我拿回来的那头盔，我给找回来的。咋找回来你们还不认了呢？被告人，请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绪。我还专门在网上搜索了，这个头盔它是限量版的，很难买到的。被告人罗成，如果你认为你很委屈，你在法庭上哭的话，你只会影响合议庭对这个事实正确的判决。法庭是不相信眼泪的，你听清楚了吗？弟弟，请执庭法警将被告人带离法庭，稳定一下情绪，暂时休庭。关于检察机关刚刚提出的抗诉意见书，二位是怎么想的？书记员记录一下。一审认定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被告人也没有辩解，案情相对简单。盗窃罪的数额、量刑、起点也并未超过当地的指导规定，没有什么大问题。刑事处罚嘛，也属于可加可不加。我们先不说这个啊，我想考虑的是，如果站在被告人的角度呢，他将面临着什么？对于被告人来说啊，面临的损失就是一段时间的自由。支持抗诉改判，增加刑期啊，让被告人能够深刻的认识错误。我认为可以增加下限刑期。哎呀，这表明了我们的立场。看来易老师处理这种情况相当老道啊。二位，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被告人他是存在不构成犯罪的可能的？不构成犯罪。职务侵占罪。职务侵占那不行，不行，不行！定罪的数额起点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到1万了。在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本来它就存在着一些界限模糊的地方。易老师，你刚刚说的特别对，就关于界限模糊这一点，我昨天研究了一夜，我发现咱们的司法解释对于这方面的确是有不够清晰的地方，所以我认为疑点利益应该归于被告人。盗窃罪还有职务侵占罪，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拿过来还是藏起来。一个是从别的地方、别的人那边拿过来偷到自己的身边，另外一个呢是把本来就在自己身边的东西占为己有。到底是有罪论定还是无罪论定？他是快递公司事实意义上的员工，这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要构件，所以就不能按照盗窃罪论处了，对不对？量刑的多少并不是最难的，罪与非罪的界定，那才是考验一个法官是否真正合格的条件。您说的太对了。小玲，你的意见呢？我觉得呢，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如果适用职务侵占罪的话，那他这几千块钱的东西可就入不了入刑的基本点1万，这样被告人可就直接变成无罪了。那么，就要送审判委员会审核了。
维护每个个人的利益才是维护整体的公平。因为事实上，在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告人。坚持司法公正，就这么办。对，罗成作为快递公司事实上的工作人员，利用经手本单位财务的职务之便，侵占本单位拥有限定处置权的价值2499元的财物，其行为区别于从他人之处非法秘密获取财物的盗窃罪，应属职务侵占性质。但因侵占的财物价值未达到侵占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1万元，依法不应以犯罪论处。对原审被告人罗成犯盗窃罪一案，本合议庭经评议作出以下结论：现在宣判。全体起立。本庭认为，原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225条，判决如下：一、撤销滨海区人民法院原审判决；二、判原审被告人罗成无罪。现在宣布闭庭，原审被告人当庭释放。法官大人，你好，法官大人。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你判了我弟弟无罪，这是他感谢你了。没事。这个你拿着。哎，您这可是亵渎法庭啊！你要知道，要是贿赂法官的话，一样是可以判刑坐牢的。这钱您拿回去，买几本法律的书好好看看，多读一点法律，少走一点弯路。哎呀，我也不懂法律，我也不管什么法律，反正啊，得好好感谢你。这个钱啊，你必须得拿着。哎呀，行了，我刚刚听到您一口一声的“法官大人，法官大人”，其实我们法官只是一种职业，和你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平等的。你们只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就等于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了。我们也会依法审判，尽量给大家一个公正安全的社会环境。真的不是说您给了我钱，我就可以少判的。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法律，才是我们共同的信仰。都怪我读书读得少。不管怎么说呀，我还是得感谢你。要不是您呢，我弟弟罗成可就毁了。人都是会犯错的嘛，只要及时意识到了，重新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罗成，你以后可得对自己还有对他人负责。刚庭审的时候，我好像听你说你很喜欢汽车，对吗？喜欢。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你只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可以了。行了，那你们兄弟俩赶紧走吧。谢谢你，谢谢你。好人呐，好法官，我要用一辈子谢谢你。好的，我知道。我现在正在看郑铎的材料，看完我们做一个交流。亲，我回头跟你说一下。进来。好，就这样啊。祈愿，这个是今天扰乱庭审制度的罚款单，需要您的签字。好。听说二审改判了是吧？判了个无罪。判得不错，虽然咱们这个快递行业是否属于这个邮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呢，都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判决啊，不是助长了这个快递人员盗窃的这个行为，反而呢给大家呢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什么范例呢？就是作为我们法官，一手是需要严厉的，另一手还得握着一个菩萨的心肠，谢谢祈愿的鼓励，我会继续加油的。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完美和很遗憾的地方吧，但是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祈愿，我觉得咱们院的员额制改革还真的是挺好的。哦，
怎么个好法？首先，他正规了法官的队伍，无论资历还是出身，只有经过了入额制考核的入额法官才有审判权。其次，他还规定了我们每一年审案的达标量，那也就是很好的把我们审案的人员还有辅助的人员给分开了，让真正可以办案、能办好案的法官留在一线，然后不用去干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是啊，说的不错，但是呢，有好多人不理解。这段时间啊，因为员额制啊，也走了很多人。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任何的改革都是伴随着阵痛，要是专业不达标，那就是应该要淘汰了。希望你以后啊，在入额考试的时候，面对审委会也能不留情面的这么回答。不留情面是法官应有的专业素养。好，希望你的素质能达标，啊。谢谢。被告人赵猛、杨康实行团伙共同诈骗，通过网购的假信用卡，以发放助学贷款的形式实施电信诈骗。就按照这些大学录取资料给我打，一个一个来，今天中午全部打完，明白吗？哦，明白。喂，我到了。卡里没钱啊，要激活？哦，再转一下是吧？这好，你说。骗啊！这个电信诈骗案，一审数额认定怎么才50万，那么少啊？哎，就是啊，你说这种人差点害死学生，那贩毒不杀人还能判死刑呢？这种电信诈骗啊，骗那个养老钱、救命钱、学生学费的，性质极其恶劣，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就应该判死刑。哎，他还想上诉，想减刑。这个案子的争议啊，主要是在于如何证明骗子账户里的钱是诈骗所得。现在网络都这么发达，作案手段呢又很智能化，地域分散化。目标广泛化，团队国际化，很难追查到赃款。按照我们传统的证据证明方式我们认定的这个赃款啊，一般都比实际的赃款要低。这种电信诈骗啊是新型诈骗，传统的证明标准用在这上面就是有问题。回来了。相亲大餐吃的怎么样呀？这是你干活吗？说说正事儿。我妈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想一出是一出，累死我了。辛苦了啊！来，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呀？直播呀！哎，就这个叫隔壁老王的男人啊，天天在这个直播间分析吐槽各种案例，说的还挺头头是道的。这学法的都能当网红了，我感觉咱们又多了一条出路啊！你就这点追求啊？我可不想当什么网红。我要当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将来做一个像祈愿一样有使命感的法官。哎，你没事儿吧你啊？你天天这样使命感的，你是不是真准备跟你妈断绝母女关系了？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可受到我妈刺激了，你别惹我啊！我以为你已经心大到刀枪不入了呢。哼！哎，你吓我一跳！我错了还不行，真的是。哎，姐妹，听说逛街 shopping 可以让女人的心情变得特别美丽和愉悦，正好难得周末，咱明天就逛街吧。不行啊！我明天还要礼貌的去应付一下相亲对象。要不然咱们改后天再说吧。
马德松，好了。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什么？对不起，我有点走神了。没事儿，你先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想什么可以，但是你肯定没兴趣。我在想我手头一个案子的争议焦点。我特别感兴趣，你给我讲讲吧。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很枯燥，就是为了这争议焦点，光判决书我都改了7、8遍了，但还不是很满意。哎，可是这判决书难道不就是只写2句判你多少年吗？好多人都有这方面的误解。判决书呢，它不仅要写清楚事情的经过、双方辩护的焦点、法官引用的法条，还有相关的依据，而且呢，它还要求你层次清晰，逻辑链不能断裂，而且，总之就是要把你的思维文字化，让服判人员感觉到合法、合理、合情，由此推导出这个是这个案件唯一性的判决。我觉得你这好复杂呀，是很复杂。哎，照我说啊，这犯了什么法，该判什么罪，这刑法里不都写得清清楚楚吗？不是，照我说呀，这么理性的事情啊，就应该用人工智能来解决。哎，你这个观点我特别的认同。其实我也有想过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们 AI 的人工智能可以到我们的审案当中？可是呢，如果真的要到那一天，其实是要有极端的条件的，那就是我们的法律要足够的量化还有完善。明白。哎，那你最近有什么案子呀？你妈妈说，就是你判的风格，属于那种又创新又大胆。我妈妈这么说我。对。其实我们判案大胆说不上，我们都是按原则做事，可能是因为榜样的力量吧。我们院长就做得很好。你怎么来了？废话，我等你回来呢。哎，怎么样啊？满意吗？什么呀？头一次见到这样的人，对我们法院的事还挺感兴趣的，问了我不少。完了。完了。人长得怎么样？性格好不好啊？长得怎么样？你不是见过吗？对。性格还算热情吧。有意思啦？什么有意思了？我没意思。对了，他还送了我一条围巾，到时候你抽空帮我还给张阿姨吧。哎，不是，你瞧人多懂事啊，头一次见就送见面礼。哟，哎呀，那再说了啊，人家多有绅士风度啊，是不是啊？哟，这质量还真不错啊。你到底帮不帮我还啊？我可不好意思把这围巾还给你张阿姨。再说了，你这么忙还抽空还陪她吃饭，收她个围巾怎么了？行了，你要是不帮我还，我就自己还。哎，不是，反正我不一定给钱。哎，不是你这，哎呀，你有意思就往下再谈一谈嘛。什么谈一谈？妈妈你行了啊，我去看书了。你这个不帮我还的话，你就别动，我改天自己还，别动啊。哎，不是，马德松。哎，小姐。一共5块，你是现金还是支付宝？现金。谢谢你啊，你还给我买了围巾当礼物。我就怕你不要。哎，你鞋带松了，你要不系一下？好，我帮你拿吧，我帮你拿。好，谢谢。好，那下次见。嗨，今天我们说什么都要把这本书给看掉。没问题。牛老，你们也来了？看书啊？哎，这不为了应付法官入额考试吗？是的。哎呀，天哪，好多要看的。这好不容易放天假，反而觉得浑身不自在了。看来啊，就是待在法院的命。我们一起加油！加油！
万峰，哎，hello， 是你找我啊？是你找我吗？是，我这不是路过附近，然后一看快中午了，我就说想找你一起吃个饭。找我吃饭？现在离饭点还早吧？你是有事儿吧？你觉得在这儿说不方便吗？啊，不是。哦，那行，那我们到那儿说。哎，好。我说呢，刚刚怎么会有保卫处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找我？对，我刚刚给他们找你嘛。是不是？行，你说吧。你看我送你个小礼物，你还塞钱给我，太见外了。嗨，我这个人不大习惯收别人礼物，而且你送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我怎么好意思收啊？没事儿。哎，你什么时候开庭？明天我有空，可以来学习一下。好啊。明天刚好有一起电信诈骗案，明天上午公开审理，你可以过来看。太好，我觉得你讲的可有意思了，我真的可以去旁听吗？可以呀，公开审理，谁都可以过来看。那这个案子你会像上次一样直接宣布无罪释放吗？我觉得上次你那个判决真的是太酷了。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无罪释放？那你会减刑吗？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坚持原则又敢于创新的女法官。你好像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当庭审理、公开审判，法庭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小马法官，哎，小欧，这是你男朋友啊？不是。你好，请问是赵猛先生吗？是。我们是法院的，这个是您的传票，麻烦签个字。怎么，你们认识？小马法官，过来。这个人，我之前看到他跟赵猛认识。走走。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事儿。哎，等等，你认识我？你是不是认识我？你干嘛？哎，你别走马拉松。张阿姨是我亲小姨，你救救我兄弟赵猛吧！我告诉你，我跟你不熟，你把你手放开啊！你放下，你手放开！我都能办到，我就一句话的事儿了。你说我跟你不熟，你把手给我放开！住手！住手！你干什么？啊，哥，这是我女朋友，您别管行吗？谁是你女朋友？徐苑，这人是电信诈骗案的同伙，他想托关系让法院轻判。院长，哎呦，院长，对不起，我求求你了。你少判他几年，行吗？等他出来，我好。求什么？少判什么？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用这种行为来帮你兄弟的话，你不但帮不了他，而且你还要给他害了。院长，你有办法，你们一定有办法。我们的办法就是依法行事。走。哎，院长，你不要再说了。我告诉你，我们这是在法院，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这就是你妈给你介绍的对象啊！你笑什么呀？哎呀，你现在能感受到做一个审判长的不容易了吧？啊，有方方面面的压力。这压力倒是其次，我就觉得太扯了吧？难不成我以后新交一个朋友，我还要先查查人家的老底？这也不怨你妈，怪你啊太不争气了，所以你妈才有病乱投医啊。下回有这种事情啊，跟我和老牛还有刑一庭的同志商量商量，替你把把关。我真是谢谢您了。下午就要开庭了，你打算这个案子怎么判？怎么判？我当然重判啊！想要动摇我马拉松没门。你说什么？开玩笑，开玩笑。哎，钱，您老师教育我们的那段话怎么说来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切都要以证据说话。没错，以证据说话。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赵某、杨康共同诈骗事实清楚，且根据在案证据对公安机关的供述、扣押物品清单、银行对账单、POS 机交易流水、
司法会计鉴定等证据链互相印证。上诉人赵某、杨康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电信诈骗，因客观原因无法查实被害人，但其他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诈骗所得的情况，因此不应以被害人未被找到或未被一一对应查实为由，而将相应的诈骗金额排除在犯罪数额之外。综上，上诉人赵某、杨康总诈骗数额应为125万元。基于审判不超越起诉指控范围的原则，未纳入指控范围的部分不予评判。原判认定犯罪数额50万元有误，应予纠正。现在宣判，全体起立。本庭认为，原审审判程序合法，但对犯罪数额认定有误，对赵某、杨康的量刑极轻，因二审应遵循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予以维持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25条和226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宁浪区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1万元。小马法官，这是电信诈骗案受害者学生家属一起送来的。哇，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我们的马法官厉害啊！不仅不减刑，还能找到他侥幸逃脱犯罪的办法。虽然呢，这个被告人上诉不加刑，但是我们马法官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盯着你呢。公正执法，公道人心。师哥给你点赞，谢谢谢谢。哎呦，这咱们刑二庭的墙上可又多了一个奖章啊！哎，后天的全院评比，大家可要加油啊！加油！下面，我宣布评比结果。优秀庭审，卓建设办案标兵刘岳阳，巾帼之星马拉松岳阳，好干！模范法官刘庚，恭喜啊！小牛，谢谢啊，谢谢。零星合议庭、刑一庭、刘庚、王梦马拉松，先进庭史、刑一庭，就是我们。欢迎协议庭啊，刘庚给大家说2句。谢谢大家，谢谢院领导，继续努力。看看啊，明星合议庭，不愧是咱们牛老啊，在您的带领下，怎么说来着？您就是咱们刑一庭的镇庭之宝。没错。哦，我跟你说啊，牛老家里头可有咱共和国的首批法官，牛老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咱们法律人的血脉。哇，牛老，原来你们一家都那么牛啊！真是牛，真的。我告诉你们，你们才是我刑一庭的吉祥物呢。好，来，放下啊，放下。这个奖状啊，只能代表咱们的过去，千万不能骄傲，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所以按照老规矩，这个奖状我不把它挂出来，继续收起来。低调。牛老，领导有道，指导有理，牛老有道。行了，少拍马屁，要拍就拍牛屁。还有啊，
再过1周就要考核了。你们俩虽然现在在刑2庭啊，可也是咱刑1庭走出去的人。我希望在座各位啊，面试、笔试、综合考试一举拿下，行不行？下。好。你快点，到时间了吗？到时间了，你别催我，这不输入着吗？我太紧张了，身体忍不住。抖什么？抖什么？啊！你怕什么呢？该来的总会来的，不就是个考试吗？牛老，您说的轻松，我这资历没法跟你们比啊！我长那么大还没有经历过几次这么大的事儿呢。黄渤，你真是的，是我在查成绩还是你在查成绩？你紧张什么？你完了不就到我了吗？我过了！快查我的！你赶紧查吧！哇，我还真的以为我过不了了呢，我感觉我最后几段不敢按。你也太怂了吧！来，我帮你按。你呀，心虚啊。好不好？这不过了吗？谢谢上官同志，谢谢牛老。哎，太好了！查牛老的哥哥。来，我来查。你都过了，我还能不过吗？哦，牛老也过了。齐院，您找我啊？是啊，你看看啊，这人民司法的这个杂志啊，你的电信诈骗案已经被选入人民司法作为示范的案例了啊。这上面一句话啊，写得很好啊，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电信诈骗案犯罪数额认定，不应该以查实被害人为必要条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看清法律与时代的趋势，走在前面了一点点，弥补了立法的滞后性，干得不错啊！谢谢齐院的鼓励，我一定会更加加油的。好，下午呢，我去这个政法大学，也就是你的母校啊，当然了，也是我的母校，去参加一个学生的毕业典礼啊，跟他们学生啊做一个交流。你作为这个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又是一个法律人杰出的一个代表啊，我希望你跟同学们一起去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的经验。我分享，我分享什么呀？我怎么了？不愿意去啊？不是不愿意去，而是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说我毕了业以后，我还能够回到学校去跟同学去。不要啰嗦，去还是不去？去。好，哎，齐院，这个可以给我吗？送给你了。谢谢，下午见。同学们好，老师好。你们今天毕业了，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哎，从此以后不用再上课了。什么是正义？哎，你说。我觉得没有绝对的正义，因为每个人代表的观点不同，他的正义方就不同。我能做到的就是尽我最大的所能做到公平和正义。非常好啊，坐。正义啊，就像他说的，有可能人的一生都在追寻着正义。善恶呢？什么叫善恶？善恶没有标准，
小朋友们，他们才问：这个世界上是好人多呀，还是坏人多呀？不管是遵循西方法律的人性本恶，还是遵循东方法律的人性本善，我想呢，人性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想跟你们说的呢，就是要踏出这个善恶的框架。当有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想一想啊，要恨他的这个罪，而不要恨他的这个人。当有一天啊，有的人跟你说一些话，你感觉听上去十分正确的话，你一定要相信逻辑，不要相信直觉。犯罪只是污染了这个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它污染的是整个的水源。这个犯罪啊，跟人性、社会、教育、国家政策是高度相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犯罪的本身。这才是法律的本相。普通人以法律自律，而我们法律人以真理自律。这个行业啊，是在这个社会当中为数不多的能让你感觉到崇高感的一个职业。我希望同学们在未来的生活里边，你们要充满激情，保持敬畏，接近真理，为创造你们明天更美好的生活，时时刻刻的不忘初心。各位学弟学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学姐，我现在的身份是一名刑警法官，我的名字叫马拉松。马拉松没错，就是那个在赛道上跑的那个马拉松。如果不相信我叫这个名字的人，一会儿可以上来看一下我的身份证。今天呢，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你们光荣毕业的日子，今天是你们万里长征迈向职业法律人的起点。但是如果你们认为我今天过来是想像祈愿一样过来鼓励大家的，那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我今天过来，作为学姐的我是打算狠狠地往你们的头上浇一盆冷水，让你们知道现在转行还来得及。别笑，我是很认真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我生活中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开玩笑，非常喜欢听笑话讲笑话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工作让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每个职业都有它的痛苦，包括法官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想做一名优秀的法官，那么我告诉你，你就得拥有一颗非常巨大的心脏。当你看完了断臂残肢一张比一张更加血腥的现场照片之后，你还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如果你想要帮助更多的人，你就得拥有一个强壮的体魄。你们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那种突然拿到了一张龙飞凤舞一个字都看不懂的医生处方时当证据的那种尴尬。我有一个民庭的好朋友，他跟我说，他说当了法官之后，他觉得他的知识面从此走向了人生巅峰，没有他不知道的，只有你想不到的。不仅要知道什么药治什么病，什么季节种什么粮食，建筑物的基本构造是什么，你还得清楚邻里关系、心理技巧、夫妻房事。哦，最好你还要懂一些防身术，特别是逃跑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技巧才可以跑得更加快。你要知道，身为一名法官，你没有资格去交新朋友。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我妈有一次，她通过三姑六婆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可是第二天，我忽然发现那个对象，他原来是当事人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突然就跟我说，能不能帮我那个哥们儿开开后门？当然了，如果你是一名法官，你还不能随便的收受礼物，包括
和你好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你都要提高警惕。最好在吃完一顿饭的时候，你可以说上一句：“这顿饭我们已经 AA 了哟。”最好还要录音和录像固定证据，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哪一天可能这就成为了你被投诉的一个理由。身为一名法官，你还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哪个眼神或者哪个举动，有可能就已经触发了暗藏已久的仇恨。听到这里，是不是好多同学都已经想转行了？我告诉你们，差的还远着呢。那个同学们，那个下面呢，我用这个大法官啊，他有一段话呢，他是这么说的啊，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希望你们遭到不公，而领悟公正的价值所在；我希望你们能尝到背叛，而领悟忠诚；我希望你们被人忽视，而学会聆听；我希望你们尝到切肤之痛，而理解同情；我愿你们拥抱真理，而真理之光永远普照你们。我听见回声，来自上古和星